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传赖俊介先生所著的《超过60岁后开始认真肌肉训练》这本书。首先，想对各位听众强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无论您现在几岁，请一定要尽快将肌肉训练融入到您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您是40岁、50岁、60岁还是70岁，我都强烈建议您立即开始肌肉训练。肌肉训练可以随时开始，即使你已经70岁或80岁，从零开始也绝不算太晚。事实上，年龄越大，肌肉训练的重要性就越明显。通过肌肉训练可以预防疾病，保持健康和年轻。肌肉训练堪称最强的抗衰老方法。稍微观察一下您周围的人吧，有没有人已经年过60，却依然头发乌黑、身姿挺拔，总是面带笑容，气质清爽，看上去十分年轻。与此同时，同样年纪的人中，却也有令人惊讶的显得衰老的。有些人头发早已全白，背微微弯曲，皮肤松弛，斑点明显，看上去完全不像同龄人。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差别呢？答案很简单，有无肌肉的差异。肌肉能够改变您的人生，因为肌肉力量等同于生命力。这其中或许有女性朋友会想，我不想通过力量训练让自己肌肉发达。但请放心，女性的男性荷尔蒙较少，因此即使进行肌肉训练，也不会变得肌肉发达。女性同样可以安心地开始肌肉训练。肌肉训练不分男女老少，适合所有人。本视频将详细讲解我们为何必须进行肌肉训练，肌肉训练对健康有哪些益处，以及从未尝试过肌肉训练的人应该从何开始。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比存钱更重要的是储存肌肉。肌肉是老年生活中最强的资产。第二，仅通过肌肉训练，就能让年轻荷尔蒙大量分泌，实现极致年轻化。第三，无需耗费大量金钱与时间。最具性价比的肌肉训练方法是什么？首先是第一部分。作者指出，肌肉训练不仅是一种健康管理方式，更是适合所有年龄段人群的活动。但尤其建议60岁以后的人认真对待肌肉训练，因为肌肉是老年生活中最强的资产。作者认为，与其存钱，不如储存肌肉，因为这是老年生活中真正的储备。对于人类而言，真正的幸福无疑是健康。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如果身体不健康，也无法感受到幸福。而存款再多也无法带来健康，但肌肉却能让我们越健康。因此，肌肉才是老年生活中最强的资产。当我们讨论老年生活的准备时，话题总是集中在如何存钱上。因此，大多数人都将目光放在存钱上，而忽略了储存肌肉的重要性。即使拥有再多的金钱，一旦身体出了问题，变得难以活动，甚至长期卧床，那么即使是辛苦攒下的老本，也无法尽情的使用。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再多的钱也无法直接让我们健康。虽然我们可能会希望健康可以像商品一样用金钱直接购买，但事实是，健康并不能通过金钱直接获取。然而，通过积累肌肉，我们却可以明确地获得健康。除此之外，积累肌肉还能让我们保持年轻状态。也许正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您，心中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希望老年的时候可以尽情享受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去没时间去的地方旅行，环游世界，或者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然而，如果缺乏健康，这样的梦想可能会轻易被击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量会自然减少，这会导致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疲惫，甚至提高卧床不起的风险，最终过上不健康的老年生活。我们经常听到关于为老年生活资金进行投资的建议，当然这非常重要。然而，还有一种更简单、更有效的投资方式，那就是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积累肌肉。这不仅仅是为了老年生活，也是为了您当前的健康。无论您是30岁、40岁还是50岁，从现在开始进行肌肉训练，
您不仅可以为未来储备健康，还可以让现在的生活更加健康和充实。肌肉训练的好处不仅限于老年，实际上，肌肉训练能让您马上获得健康益处，同时也是为未来做出的最佳投资。科学研究表明，肌肉训练还能让我们保持年轻，这是因为肌肉会分泌一种叫做肌肉因子的物质，这种物质被称为返老还童的物质。更令人兴奋的是，研究表明，肌肉因子的分泌量与肌肉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您的肌肉量增加1倍，返老还童的物质也会增加1倍，等同于让您年轻2倍。不仅如此，肌肉因子的分泌量还与肌肉的运动量成正比，这意味着，如果您活动量增加1倍，分泌的肌肉因子也会增加1倍。因此，如果肌肉量增加2倍，再加上活动量也增加2倍，理论上来说，您可以获得4倍的年轻化效果。可能有人会认为肌肉训练是男性的专属活动，但事实上，这些好处同样适用于女性。在国外，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肌肉训练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他们深知肌肉训练能带来的年轻化效果，同时还能改善身体状态，预防各种疾病。所以，不论您是男性还是女性，请不要犹豫，从现在开始加入肌肉训练，让肌肉成为您健康与年轻的最佳保障。此外，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拥有结实的肌肉和紧致的体型，都会让人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保持健康与年轻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培养和维持肌肉。无论您存下多少钱，都无法保证您的年轻状态。但如果您积累了肌肉，您的年轻却是有保障的。因此，我们应该将肌肉视为老年的资产。更令人欣喜的是，这项肌肉资产还能为您的长寿提供保障。这是因为研究表明，肌肉能够帮助预防多种疾病，例如通过肌肉训练，可以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此外，还可以预防和改善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和认知症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不分年龄，肌肉训练都适合您。可能有人会说，我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我已经70岁了，我已经80岁了，现在再开始肌肉训练还有意义吗？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会选择放弃。但事实上，无论您在什么年龄开始肌肉训练，它都会有效果。若不相信，不妨亲自尝试一下简单的肌肉训练，用自己的身体来感受肌肉成长的变化。原理非常简单，常用的器官和部位会得到发育，而不常用的会逐渐退化。肌肉也是如此，越使用越强壮，越不用就越萎缩。如果因为住院或长期卧床，肌肉没有得到使用，全身的肌肉会迅速衰退和萎缩。这种不用则退的规律，是生命的基本原理。这不仅适用于肌肉，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大脑。经常使用的大脑会更活跃，而缺乏锻炼的大脑则会变得迟钝。因此，无论是身体还是头脑，都需要通过持续的使用和锻炼来保持活力。如果您不想变得迟钝或者患上认知症，那么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动脑是至关重要的。保持一种让大脑始终活跃、不懒散的生活方式，是保护大脑健康的关键。正如我们常听到的那样，如果不使用大脑，它就会像肌肉一样，自然而然地逐渐退化。但相反的，只要无论年龄多大，都持续使用大脑，就能保持大脑的活力，让它始终处于年轻的状态。至此，我们已经大致解释了肌肉训练的种种好处，以及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进行肌肉训练的原因。相信听到这里，您对肌肉训练的动力已经大大提升了吧？当然，为退休后的生活存钱是重要的，但比存钱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积累肌肉。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仅通过肌肉训练，就能让年轻荷尔蒙大量分泌，让身体焕发年轻活力。研究已经证实，仅通过肌肉训练就能促使肌肉激素大量分泌，从而达到最佳的年轻化效果。很多人不想变老，
希望一直保持年轻而富有魅力的外貌，同时希望自己的大脑也能保持活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愿望，请记住，通过肌肉训练释放这些激素是最强大的抗衰老方法。事实上，医学已经揭示，肌肉越多的人越不容易衰老。这是因为肌肉训练会促进一种在2005年由丹麦科学家发现的新激素的分泌。这种激素被称为肌肉激素，其正式名称是肌肉分泌因子。由于这是10多年前才被发现的事物，许多人对此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来说，肌肉分泌因子是由骨骼肌分泌的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物质的总称。通过运动，肌肉会产生并释放这些激素物质，而这些物质会在全身循环，为我们带来多种健康益处。更令人惊喜的是，肌肉分泌因子被归类为一种生长激素，常被称为返老还童激素或梦想中的万能物质。其原因在于，这些激素的活性作用几乎全部与抗衰老和促进年轻化有关。过去，医学界虽然普遍认为运动和肌肉训练对健康有益，但具体原因和机制却并不清楚。然而，自2005年起，科学家发现，运动可以促使肌肉分泌生物活性物质。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运动对健康的深层次作用，还进一步强调了肌肉训练的不可替代性，令全世界的研究者都感到惊讶。近年来，肌肉分泌的生理活性物质肌肉因子的新发现频频被报道。那么，这种由肌肉分泌的万能物质究竟具备哪些健康功效呢？根据目前的研究，已经确认的效果包括以下几点：抗衰老，能有效预防各种与年龄相关的疾病；代谢调节，促进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认知功能改善，激活脑功能，增强认知能力；疾病预防，减少患病风险，提升免疫力；内分泌调节，调节身体代谢和激素分泌；血糖调节，帮助维持血糖水平的平衡；降低血脂，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预防肌肉萎缩，减缓肌肉流失，保持肌肉健康；脂肪分解，促进脂肪分解，改善肥胖问题。实际上，这些健康效应正是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运动有益健康的根源。然而，为什么单靠运动就能带来如此多的健康益处？直到最近，科学家们才逐渐明确，这一切的核心在于运动引发了肌肉因子的分泌。不仅如此，除了上述效果外，科学家还在不断发现更多与肌肉因子相关的健康益处，并通过医学研究验证了其有效性。从整体来看，肌肉因子不仅能够抗衰老，还能预防多种疾病。最终结论是，如果你想预防疾病，不希望生病，那么无论年龄和性别，都应该从现在开始进行肌肉训练。通过肌肉因子的分泌，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许多疾病。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明。癌症预防，降低发生率，防止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减少中风、脑梗塞等，预防和改善心肌梗塞等心脏病，预防动脉硬化并促进健康，增加骨密度，延缓骨骼衰老，改善高血压，稳定血压，改善免疫功能，增强免疫力，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对抑制抑郁、焦虑等有作用，稳定精神。这些疾病通常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发作的慢性病或与生活习惯相关的疾病。当肌肉受到比正常强度更大的力量时，肌肉纤维会出现破坏，大家在锻炼后会感到肌肉酸痛，这就是其中的一种信号。此后，肌肉会经过修复过程，变得更强壮。也就是说，锻炼首先会破坏肌肉纤维，然后在休息期间，肌肉会得到修复并增大。因此，即便是看完这段视频后激动地决定今天进行1小时或2小时的强度较大的训练，肌肉激素的分泌量也会达到极限。因此，与其一次性进行强度过大的运动，不如每天进行短时间低强度的运动，这样肌肉激素的分泌会更加稳定。研究表明，连续的轻度锻炼和适当的休息非常重要。
锻炼不仅仅是为了锻炼身体，更是为了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接下来是第3部分，无需耗费大量金钱与时间，最具性价比的肌肉训练方法是什么？我们将具体介绍书中推荐的最具性价比的锻炼方法。这种方法叫做等长训练。等长训练也叫静态肌肉训练，与常见的动态训练如举哑铃、做俯卧撑等不同。等长训练要求肌肉保持在一个固定的状态，不做任何伸缩。比如你用双手紧握墙壁时，肌肉就没有收缩，而是处于固定的张力状态。同样，当双手合十并用力推时，肌肉依旧没有变化，只是承受着压力。那么，为什么这种静态的等长训练如此有效呢？因为研究表明，如果给肌肉施加80%以上最大负荷的压力，持续5秒以上，就会迅速增强肌肉。通过5秒的高强度负荷刺激，可以激活肌肉生长的基因，导致肌肉细胞的急速增长。虽然只是5秒钟，但肌肉会遭遇破坏，休息后再进行恢复，进而增加肌肉量，这就是超恢复现象。而等长训练正是最有效利用这一机制的方法之一。由于施加的负荷时间通常只有5到10秒，所以等长训练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不需要特别的器材，非常方便。而且相比传统的肌肉训练，等长训练的伤害风险较低，因为它不涉及肌肉的拉伸或过度伸展，可以避免如哑铃或深蹲等动作中可能导致的伤害。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即便只是5秒钟的高强度负荷，也会感受到肌肉的显著锻炼效果。而且由于时间短，等长训练可以在任何空闲时进行，即使您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也能在家中轻松完成。不过，等长训练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进行，完全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调整。对体力较弱的老年人来说，这是一种最适合的训练方式，值得推荐。而且，等长训练的做法非常简单，这也是它的一个优点。等长训练仅有4个基本姿势，所有姿势都需要全身用力，保持5秒钟以上。那么接下来我将具体介绍这4个姿势。首先是第一个姿势，胜者的姿势。这是拳击等运动中，获胜者面对观众时做的庆祝动作。最开始，可以用力让上臂二头肌产生力扣。熟悉之后，将姿势保持并同时紧绷双臂、腹肌、背肌，甚至臀部及腿部肌肉，用力做到全身发抖。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效果。请保持每次5秒，最大负荷的80%以上的力量。接下来是第2个姿势，重叠姿势。首先将右掌心朝上，然后将左掌心朝下叠加，并向上下用力。您将能感受到胸肌和整个手臂的肌肉在被锻炼。做5秒后，再换手，继续上下用力5秒。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呢？接下来是第3个姿势，合掌姿势。将双手掌心合十在胸前，用力向两侧推。你会感觉到上臂肌、大胸肌等部位的肌肉在震动并被锻炼。接下来是第4个姿势，钩状姿势。将左右手的手指像锁链一样勾在一起，然后用力向两侧拉。你会感觉到上臂、肩部以及背部的肌肉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怎么样？只需要每个姿势保持5秒钟，4个姿势做1遍，整个等长训练就完成了。是不是非常简单呢？如此简单易行，应该更容易坚持下去吧。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规律的训练习惯，每天一点点进步，最终会看到惊人的变化。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